大家好，我是丽姐，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感谢大家的订阅。今天要给大家讲的这个故事，简直就是跨海婚恋的教科书案例啊！我从事婚恋红娘工作这么多年，见证了无数对男女的爱情故事，但像小薇这样的真是少之又少。话说小薇是个北京姑娘，清华大学毕业，在北京一家顶级跨国科技公司做产品经理，年薪100万人民币起跳。那叫一个前途无量啊！家里条件也不差，父母都是体制内中层干部，家里在北京还有2套房。那在北京这寸土寸金的地方，这资产可不是闹着玩的。按理说，这样的条件，在北京找个门当户对的男朋友，过上人人羡慕的生活，那是板上钉钉的事情。结果呢？她却转头爱上了一个台湾男生小陈，还要放弃北京的高薪工作，嫁到台南去。天啊，你是疯了吗？小薇的妈妈听到这个消息后，差点背过气去。台湾那个小岛能有什么好工作？你知不知道你现在的工资在那边是什么概念？小薇的爸爸则更直接，台湾男人靠不住，我同事的女儿就嫁了个台湾的，结果人家在大陆赚了钱，转头就跑回台湾，还带着孩子，人都找不到了。亲朋好友们更是七嘴八舌，台湾那边经济不行啊，你去了能干嘛？听说台湾人很歧视大陆过去的，尤其是媳妇，日子不好过啊。你这不是因爱犯傻吗？想嫁就嫁个北上广的，至少人在国内，有什么事家里人也能照应。面对众人的反对，小薇却坚持自己的决定。她找到我这个红娘倾诉，丽姐，他们都不了解小陈，也不了解台湾。我跟小陈交往2年了，他人特别好，家教也好，对我更是体贴入微。说起小薇和小陈的相识经过，还挺有意思的。2人是在一次国际技术峰会上认识的。小陈是台南一家科技公司的技术总监，来北京参加会议。小薇负责接待外地来的嘉宾，2人一见如故，很快就熟络起来。丽姐，你知道吗？第一次见面，小陈就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说话温柔有礼，做事认真负责，而且知识面特别广。小薇眼里闪着光。最让我惊讶的是，他对大陆没有任何偏见，反而很了解我们这边的文化和生活方式。2人相识后，保持着长达半年的网络交流，然后小陈开始频繁飞北京看小薇，2人感情迅速升温。小薇也趁假期去了台南几次，见了小陈的家人，对台湾的生活也有了初步了解。台湾跟我们想象的真的不一样。小薇告诉我，虽然台南不像台北那么繁华，但生活品质真的很高。街道干净整洁，人们生活节奏慢，很重视生活品质。小陈家虽然不是特别富裕，但家里的电器设备家具都很精致高级。他们注重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小薇特别提到，台湾人对饮食的讲究让她印象深刻。小陈妈妈做的家常菜，看着普通，但用的都是有机食材。连酱油都是几十年老厂手工酿造的，喝起来甘甜不腻，完全不是我们这边超市买的那种感觉。但家人的反对让小薇很困扰，尤其是她父母一直认为台湾经济落后，去了会吃苦。这种认知差异在两岸婚姻中很常见。其实很多大陆人对台湾的印象还停留在上世纪，以为台湾很落后。我对小薇说，但实际上，台湾的人均 GDP 比大陆高不少。虽然近年经济增速放缓，但人家底子厚啊，人家生活品质、社会福利、医疗保障都是一流的。小薇点点头，是啊，我去台南的时候发现，虽然台南不是台湾最发达的城市，但当地人生活的很有品质。小陈家住的是独栋别墅，虽然不大，但有花园和车库，室内装修很精致。他们家里的电器、家具都是国际一线品牌，还很注重环保和健康。不仅如此，小薇还发现台湾男生的家庭观念和大陆有很大不同。小陈会做饭，会收拾家务，对父母特别孝顺，但不是那种言听计从的孝顺，而是很尊重老人家的意见，但最终决定权还是在自己手里。小薇说，而且他对结婚生活有很明确的规划，不是那种先结婚再说的态度。小陈向小薇求婚时，就把未来的生活规划得明明白白，他们会在台南买一套房子。小薇可以选择继续工作，也可以在家相夫教子，每年会安排小薇回大陆看父母。
以后孩子的教育问题，两人会共同决定，尊重孩子的意愿。这种规划让小薇很安心，但他的父母却不这么认为。在他们看来，台湾男生温柔就是没出息，细心就是婆婆妈妈，尊重女性就是没主见。尤其是小薇妈妈，总觉得小陈对小薇这么好，一定是看中了小薇在大陆的家庭背景和工作能力。他肯定是想让你过去帮他在大陆发展，这是小薇妈妈的固定想法。但我作为红娘，见多识广，知道这绝对是误解。台湾社会和大陆不同，男生从小受的教育就是要尊重女性，要会照顾自己的生活，要有担当，这不是装出来的，而是融入骨子里的。小薇也向父母解释了这点，妈，你不了解台湾男生，他们真的很尊重女性，很会关心人。小陈家里条件也不差，他爸爸是大学教授，妈妈是公立医院护士长，家里在台南有房有车，根本不差钱，没必要打我的主意啊。但小薇父母依旧不为所动，甚至扬言，你要是嫁到台湾去，就别认我们这个家了。小薇很伤心，但她和小陈的感情非常稳固。经过深思熟虑，她决定嫁给小陈，搬到台南生活。临行前，她的父母甚至没有来送行，只有几个闺蜜为她饯行。小薇强忍泪水，带着2个大行李箱，踏上了前往台湾的飞机。到了台南，小薇才发现台湾的生活和她想象的有些不同。台湾这边的房子虽然空间不大，但设计很人性化，每个角落都利用得很好。小薇跟我视频，给我展示她新家。小陈带我去挑家具，台湾这边的家具店真的很多，从平价的到高端的应有尽有，比我想象的丰富多了。小薇也很快适应了台南的生活节奏，这边生活节奏慢一点，但很舒服。人们很注重生活品质，即使是普通工薪阶层，也会花时间去品尝一杯好茶，去郊外踏青。婚后，小薇在小陈公司找到了一份产品顾问的工作，虽然薪水比不上北京，但工作强度小了很多，生活也更加平衡。在北京，我经常加班到深夜，周末还要处理工作邮件。但在这里，下班后真的就是自己的时间，可以和小陈一起去夜市，去看海，去爬山。小薇还发现，台湾的社会福利比大陆完善得多。这边医疗保险覆盖面很广，看病很方便，费用也低。最近我们准备要孩子，发现产假规定也很人性化，产前产后都有很好的保障。但不是所有事情都那么顺利，小薇在台南的生活确实遇到了一些挑战。首先是语言问题，虽然台湾也说中文，但台湾国语和闽南语的口音与大陆差异很大，尤其是在台南这样的南部城市，很多人日常交流都用闽南语，这让小薇有时候很难融入当地社交圈。刚开始真的很难适应，尤其是和小陈的朋友聚会时，他们一说闽南语我就听不懂了。小薇说，小陈会帮我翻译，但总觉得自己像个局外人。此外，台湾的就业环境对大陆配偶也有一定限制。虽然我现在在小陈公司工作，但如果想换工作，会面临很多限制。有些岗位明确规定不接受大陆籍人士，这让我的职业发展受到了一定影响。最让小薇困扰的是，婆婆虽然表面上对她很好，但总是有一些小动作让她感到不舒服。婆婆会经常拿台湾媳妇和我比较，说台湾女孩怎么勤快，怎么会做菜，怎么懂事。虽然不是直接批评我，但那种比较让我很难受。小陈看出了小薇的委屈，经常安慰她，会直接和妈妈沟通。小陈真的很贴心，他会跟他妈妈说，妈，小薇是北京来的高材生，她有自己的长处，不需要事事都跟台湾女孩比。渐渐的，小薇的婆婆也发现，这个大陆媳妇虽然不太会做家务，但对儿子很好，工作能力也强，慢慢的态度也软化了。有一次我发高烧，婆婆整夜守在我床边，给我换毛巾，煮退烧的药水。那一刻，我感觉她是真的把我当女儿了。小薇回忆道，然而尽管小薇在台南的生活渐入佳境，她最大的遗憾还是父母的不理解。父母始终不肯接受女儿嫁到台湾的事实，拒绝与小薇和小陈视频，甚至不接小薇的电话。每当谈到这点，小薇就会黯然落泪。丽姐，我真的很想念爸妈，很想让他们看看我在台湾的生活，让他们知道我过得很好。就在小薇和小陈结婚1周年之际，
一件意外的事情改变了一切。那天，小薇和小陈正在准备周年纪念日的晚餐，突然接到一个陌生来电，显示是杜拜的国际号码。小薇犹豫了一下，还是接了电话。喂，请问是王小薇女士吗？电话那头传来一个陌生男声，说着一口流利的普通话。是的，我是，请问您是？小薇疑惑地问道。您好，我是杜拜科技创新中心的李总监。我们通过多方渠道了解到您在 AI 产品开发方面的杰出才能，特别是您在清华大学期间发表的那篇关于人工智能在医疗领域应用的论文，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小薇惊讶地睁大了眼睛。她在清华读研究生时确实发表过这样一篇论文，但那已经是5年前的事情了。没想到现在还有人记得。我们中心正在筹备一个国际性的 AI 医疗项目，希望邀请您和您的丈夫陈先生一起参与。据我们了解，陈先生在生物信息学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这个项目周期为3年，薪资待遇非常可观，具体细节希望能和2位当面详谈。李总监继续说道，我们愿意提供往返机票，并安排2位在杜拜4天3晚的考察行程。不知道您是否有兴趣？这个突如其来的邀请让小薇和小陈都感到不可思议。杜拜，那可是中东的奢华之都啊，而且薪资肯定比台湾和大陆都要高出许多。经过再三确认，这确实不是诈骗电话。小薇和小陈决定接受邀请，前往杜拜考察。这个消息太震撼了。小薇兴奋地告诉我，丽姐，我从来没想过自己的论文会被国际机构看中，这简直是天上掉馅饼啊！但这个好消息，小薇犹豫着要不要告诉父母。毕竟自从她嫁到台湾后，父母就几乎断绝了与她的联系。每次她打电话回去，不是无人接听，就是简短寒暄几句就匆匆挂断。丽姐，我该怎么办？我好想告诉爸妈这个好消息，但又怕他们不想听。小薇纠结地问我，我鼓励她一定要告诉他们。这么好的机会，说不定能让他们改变对你和小陈的看法呢。于是小薇给父母发了一条简讯，简单说明了情况，并附上了杜拜科技创新中心的官方邀请函电子版。出乎意料的是，不到10分钟，小薇爸爸就回电话了。这是1年来他第一次主动给小薇打电话。小薇，那个杜拜的邀请是真的吗？父亲的语气明显有些激动。是真的，爸。他们看中了我在清华读研时发表的论文，还有小陈在生物信息学方面的专长。小薇小心翼翼地回答。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父亲说，你们什么时候去杜拜？下个月初。爸，你们还好吗？小薇试探着问道。我们都挺好的。你妈最近血压有点高，医生说是想你想的。父亲的声音有些哽咽。小薇泪如雨下。爸，我也很想你们。父亲清了清嗓子。你们去杜拜之前，能不能先回北京一趟？你妈很想见见你和你老公。小薇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1年来，父母第一次表示想见小陈，他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小陈看出了妻子的情绪，接过电话，叔叔好，我是小陈。我们很乐意回北京看望您和阿姨。其实这1年来，我一直很遗憾没能得到您2老的认可。这次去杜拜之前，我们一定回北京探望您。小薇父亲的态度明显软化了。好，我让你妈准备你爱吃的菜，你照顾好小薇。挂了电话，小薇抱着小陈喜极而泣。小陈，他们终于肯见你了。次日，小薇收到了母亲发来的微信，女儿，妈妈想你了。你和小陈什么时候回来？妈妈给你们收拾好了房间，还配了一张家里客房的照片，崭新的被褥，窗明几净。这突如其来的转变让小薇既惊喜又困惑。她问我，丽姐，你说我爸妈为什么突然变得这么热情？就因为那个杜拜的邀请吗？我笑了笑，人嘛，都是要面子的。你爸妈一直觉得你嫁到台湾是下嫁，觉得台湾落后没前途。现在突然得知你和你老公双双被杜拜高薪聘请，这不就打破了他们的刻板印象吗？他们肯定是意识到自己错了，但又拉不下脸直接道歉，所以借着杜拜这个台阶下。1个月后，小薇和小陈回到了北京，一下飞机就看到小薇的父母站在接机口，母亲甚至举着一个写着欢迎小薇和小陈的牌子。
这阵仗把小薇感动得直掉眼泪。妈，小薇飞奔过去抱住母亲，母亲紧紧回抱住女儿，泪如雨下。我的傻孩子，妈想死你了。令小薇更惊讶的是，父亲主动与小陈握手，还用力拍了拍他的肩膀。小陈啊，辛苦你照顾我们家小薇了。回到家，小薇发现家里焕然一新，客厅里摆满了台湾特产，茶几上还放着一本台湾旅游攻略，显然父母已经默默做了不少功课。餐桌上，母亲准备了满满一桌菜，有北京的传统菜，有模仿台湾风味做的几道菜。虽然味道差强人意，但这份心意已经让小薇感动不已。饭桌上，父亲破天荒地给小陈倒酒。小陈啊，听说你们台南那边的安平古堡很有名，改天我和你妈去台湾，你可得带我们好好转转。叔叔放心，您和阿姨什么时候来，我一定当好导游。小陈笑着回应。酒过三巡，父亲的话匣子彻底打开了。其实啊，你妈和我这一年也没闲着。我们偷偷关注了不少台湾的新闻和综艺节目，慢慢发现台湾其实挺好的。母亲接话道：是啊，我看那个时尚玩家节目，台南的美食太多了。还有那个什么夜市，比咱们这边的小吃街讲究多了。父亲继续说，最重要的是，我们看到台湾人生活很有品质，很有礼貌，社会也很和谐。我们以前真的有偏见，以为台湾经济不行，其实人家底子厚着呢。小薇惊讶极了，爸，你们居然偷偷研究台湾，那为什么不早点跟我说？父亲有些不好意思，这不是拉不下脸吗？一直以为你会吃苦，没想到你过得比在北京还滋润。再说，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开这个口啊。母亲拉着小薇的手，女儿，是妈错了。妈一直以为你嫁到台湾去会受委屈，没想到是我们思想太落后了。原来，自从接到杜拜的电话后，小薇父母就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偏见。他们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台湾，甚至加入了两岸婚姻交流群，才发现原来自己对台湾的认知有多么片面。我们群里有个姐妹，女儿也是嫁到台南的。她告诉我，台南虽然不像台北那么繁华，但生活品质特别高，人均寿命比大陆长，医疗水平也很先进。母亲说。父亲补充道，而且台湾的企业虽然规模不如大陆的大，但技术含量高，创新能力强。像小陈这样的技术人才在国际上很吃香，这不，杜拜都来挖人了。听到父母这番话，小薇既欣慰又感动。原来父母并非铁石心肠，只是因为担心和不了解，才会那么强烈反对她嫁到台湾。当晚，父母特意把主卧让给了小薇和小陈，自己住到了次卧。临睡前，母亲拉着小薇的手，满脸歉意：女儿，对不起，妈不该那么武断。你嫁人是嫁给一个人，不是嫁给一个地方。只要你过得幸福，在哪里都好。次日，更令小薇震惊的是，父亲居然提出要帮他们出杜拜的启动资金。爸，真的不用。杜拜那边会提供住宿和基本生活保障的。小薇连忙推辞，父亲坚持道：不行，这是我和你妈的一点心意。当初你结婚，我们什么都没给你，连婚礼都没参加，心里一直过意不去。母亲也满脸愧疚，是啊，女儿，这钱你们必须收下，就当是爸妈给你们的迟到的新婚礼物吧。就这样，在北京待了1周后，小薇和小陈带着父母的祝福和一张数额不小的支票，踏上了前往杜拜的旅程。杜拜之行非常成功，科技创新中心的条件比想象中还要优厚，税后年薪高达60万美元，外加豪华公寓、私人医疗保险、每年4次的往返机票等福利。最重要的是，小薇和小陈可以共同负责一个 AI 医疗项目，充分发挥各自的专长。回到台南后，小薇和小陈决定接受这份工作，准备3个月后搬到杜拜。在此期间，他们要完成手头的工作交接，并安排好台南的房子。临行前，小薇特意带着父母来台南小住了2周，让他们亲身体验台湾的生活。这里的水果真甜啊！母亲在品尝台南的芒果后赞不绝口，比咱们超市里卖的好吃多了。父亲则对台南的人文环境印象深刻，这里的人真有礼貌，出门都会跟陌生人打招呼，路上也没有人大声喧哗，公共场所都特别安静有序。对啊，这就是台湾啊。小薇笑着说，物质上或许没有北上广那么繁华，
但生活品质和人文素养真的很高。最让父母惊讶的是小陈家的热情接待。小陈的父母不仅准备了一桌丰盛的台式家常菜，还特意安排了台南3日游，带他们参观了安平古堡、奇美博物馆、赤坎楼等地方。阿姨，您家小陈真是太优秀了，把我们家小薇照顾得这么好。小薇妈妈由衷地赞叹道。小陈妈妈笑着回应：哎呀，小薇这么优秀，我们家小陈能娶到她，那是她几辈子修来的福气呢。看到两家人其乐融融的场景，小薇幸福得直落泪。1年前还是同水火的两家人，如今已经成了一家人，这转变来得如此突然又如此自然。在台南的最后一天，两家人一起去了当地最有名的土地庙祈福。回家路上，小薇爸爸感慨道：其实啊，两岸同胞本是一家人，只是因为历史原因暂时分隔两地。我们之间的差异远没有想象中那么大，关键是要多了解多包容。小陈爸爸深有同感。是啊，我年轻时也去过大陆，看到那边发展得如此迅速，真的很震撼。两岸各有所长，如果能优势互补，那该多好啊。就这样，在两家人的祝福下，小薇和小陈踏上了杜拜的旅程，开始了人生的新篇章。丽姐，我真的很感谢那通来自杜拜的电话。临行前，小薇对我说，如果没有那个机会，我父母可能永远不会放下偏见，也不会来台湾亲眼看看这里的真实情况。我笑着回应，其实啊，两岸婚姻最大的障碍不是距离，不是经济差距，而是彼此的不了解和偏见。只要真心相爱，愿意沟通理解，哪里都可以是天堂。半年后，小薇从杜拜发来一段视频，画面里她和小陈站在哈利法塔前，笑容灿烂。更令人惊喜的是，她挺着一个小小的肚子，已经有3个月身孕了。丽姐，等孩子出生后，我们准备带她回台湾和大陆，让她了解自己的根。小薇兴奋地说，我希望孩子能同时拥有台湾人的细腻体贴和大陆人的开拓进取，成为真正的两岸之子。而更令人感动的是，小薇的父母和小陈的父母居然约好一起去杜拜看望准妈妈。两对老人家还计划着一起环游中东，开启属于他们的银发旅程。看着视频里其乐融融的两家人，我不禁感慨，爱情的力量真是伟大。它不仅能让两个人走到一起，还能改变2个家庭，甚至弥合两岸的隔阂与偏见。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你们正在经历跨地域的恋爱，特别是两岸婚姻，希望小薇和小陈的故事能给你们一些启示和勇气。爱情需要勇气，也需要理解和包容。只要真心相爱，没有什么障碍是无法跨越的。我是丽姐，我们下期再见。